爹，拜坟真的有机会让我被仙人选中吗？我都死了几十年了，也没见到过仙人。修仙不过是黄粱一梦罢了。这是仙人！苍灵根，顶级根骨没错，这是天意。要不要复活这个人？我这恰好有一枚8品往生丹，足以重塑肉身，召回残魂。苍灵根的修行速度，足以在100年之内冲击元婴，甚至更高。赌一把。30年，如今竟得此机缘，死而复生。你死了30年，我用往生丹复活了你，但你的肉身最多能撑10年。10年之内，如果你能踏入炼气境，你灵愿寿可衍大幅；但如果10年之内无法踏入炼气境，肉身就会自行崩溃，届时神仙难救。当然，我可以还有取出你体内的苍灵根骨，再给你10颗长生丹。没有了根骨，你就是一个普通凡人，但长生丹足够你以凡人之躯再活50年，儿孙绕童，安享晚年。仙子，我都死过一回了，还怕再死一回？我选择修仙。好家伙，青霜冰眼、龙血酒液、紫阳地心梅，全都是6品以上的极品灵草。这玩意儿放在外面，起拍价就是几10万下品灵石，遇到急需的亡命徒，炒到上百万也轻轻松松。至少6品以上灵兽的骨头，这要是拿出去炼器，小谷子，再叫那个陈亨，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！顾先生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像扔垃圾一样堆在这里？那些是别人送上门来给我加餐的高阶灵兽，肉我吃了，骨头太硬，塞牙就随口吐那边。至于那些草，肉吃多了会腻，我就出去随便拔了点这种发光的回来拌着吃。用你们人类的话说，好像是叫沙拉。你可真是太懂养生了。哼，要不是被困在这里出不去，谁愿意吃这些破草？人类，你在干什么？给你治伤啊！治伤要用我的碗啊？这是你的碗？我吃饭用的碗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大碗吃饭吃得香。活血、接骨、疏通经脉的全都丢进去。这人类的治疗方式怎么比兽族还狂野？行了，衣服脱了，进去。你让我进去？你是在熬药还是在炖汤？药浴，你这一身陈年老伤加经脉淤阻，必须靠高阶灵药和兽骨的狂暴药力，硬生生冲开重塑。别磨叽，水温正好，下去泡着。辣椒粉来一点，花椒碎提个味儿，灵盐加进去，激发药性。混蛋！你是不是在找借口想把我直接煮来吃肉？怎么会呢？我这是独门血月黄，让药力吸收更快。老实待着，想恢复巅峰就给我死死忍住。叶哥哥，你是在煮肉吃吗？好香啊！爷也要吃。公主大人，属下在疗伤。那为什么里面还有骨头和草叶呀？这叫药膳疗法。闭嘴！我迟早有一天要把你炖了喂雪狼。我那些陈年旧伤竟然开始愈合了。废话，上百万灵值的气药下去不好才怪。给你半个月，能恢复到几成？能不能平推掉雪影宗？巅峰时期，反手就能将那宗门碾为齑粉。顾叔叔好凶！让公主受惊了。行了，这半个月你就好好在这锅里泡着吧。我带妍妍出去转转，顺道收点过路费。毕竟小谷子你欠我的可不止这一锅肉汤。你再敢叫一次！兽皇大人，您说的对，人族里确实有不一样的存在。
徐昭那老小子的菜谱里说，吞下它就能突破筑基。虽然总觉得那老头耗的话不太靠谱，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劲儿也太大了！真是个不省心的麻烦精。本想与你互不相欠，若不出手，你怕挺不过这一关。双魂同体，福祸相依，罢了。感觉被人拆了又拼回去。筑基5层，这苍灵种效果这么好的吗？反面教材你放第一页干什么？如果不是老子命硬，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这笔账迟早得跟你算。是什么情况？我家被强拆重装了！闭嘴，别乱叫。前辈，没想到您的真实容貌竟然如此。如此什么？如此让人想犯罪。红颜祸水这4个字，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眉眼再好看有什么用？一张嘴就能把人冻成冰雕。贫嘴！你可是想问玉符为何变成这般模样？你体内那3股气息为何会微微一体？全对，前辈神机妙算。刚才你吞服苍灵种，爆体在近，为了救你，我只能引流你体内的狂暴气息。如今我与你的灵魂已经彻底绑定。灵魂绑定，这下可真上了同一条贼船了。不过好歹捡回一条命，修为还暴涨一大截，这波不亏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既然咱们现在绑在一起了，今后我叶长生一定想尽办法为您寻找重塑肉身之物。复活之事就不必想了，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连我这死透的凡人都能借尸还魂？你能复活，是因灵种护住心脉，肉身不腐；而我的肉身在千万年前便已灰飞烟灭，没有肉体承载，再逆天的丹药也救不了我。没事儿，如果前辈想男人了，可以操控我的身体去泡妞嘛，我就当给您借用皮囊了。不过咱们可得提前说好，前提是不能让他进来。找死！哎呀！前辈息怒，开个玩笑活跃下气氛。既然以后咱们是邻居了，好歹得知道个称呼吧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哼，时间太久，名号早已记不清了。你若非要叫，以后便喊我青吧。好嘞，青姐。叶哥哥，爷爷担心死你了。可是古叔叔说不能进去打扰你，爷爷都不敢靠近门。没事了，哥福大命大。你是变态吗？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兽皇的兽气？以后可千万别学哥乱吃东西。我这次就是乱吃东西，差点在修炼的时候爆体而亡。你把那颗苍灵种给吃了？对啊，一口吞。你疯了吗？那是凝聚了兽皇兽气的天地奇物，是用来辅助修炼的，你居然当丹药吞了！而且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徐昭你大爷的！原来废地坟那个当香薰用的，原来真是香薰用的！要不是你死了，我非得在你脸上来一拳！真是命大！既然你吞下苍灵种没死，那你体内相当于已经有了半只兽皇血脉。啥意思？我变半兽人了？带公主殿下再去外面走走。好家伙，这也行！叶哥哥，为什么这些小动物都这么怕咱们呀？因为啊，你哥我从现在开始是这千兽崖的老大。伤势恢复了90%，怎么样？打10个以前的你，没问题吧？90%，但心脉深处那一层旧伤，是当年被数名强者围攻留下的致命伤。若想彻底恢复，
还需要什么材料？只要这世上有，我都能去取来。你想得倒挺美。那易成商早就和你残破的根基长在一起了，你以为是萝卜呢？说拔就拔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有啊，重塑肉身。不过那材料把你整个千兽发卖了都凑不齐。既然伤势无碍，复仇何时开始？我已准备好，随时撕碎那帮杂碎。择日不如撞日，苍灵种的事了结，也该办正事了。回云山城之前，顺手帮你灭了雪隐宗。顺手？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化神境大圆满，那不就结了？雪隐宗那帮孙子，宗门底蕴甚至不到云淼宗一半，撑死也就2、3个老掉牙的化神中期。只要趁着护宗大阵没开，潜入进去瞬间突袭，凭你的实力，再加上我的手段，灭掉不难。雪隐宗守卫森严，我只要靠近，身上的化神阶兽血就会立刻引发警报，根本不可能悄无声息的进去。陈峰，接下来的行程太危险，你留在寒兽谷照顾莹莹，等我们灭了雪隐宗，再回来接你们。莹莹不干，莹莹不要离开叶哥哥。莹莹乖，哥哥去办正事，很快就回来。不要，之前在风雪城，爷爷说去办正事，然后莹莹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莹莹哪儿都不去，就要跟着叶哥哥。公主大人，此行确实凶险，那群人类阴险狡诈，您还是留在宫殿里安全。属下保证，一定把那群杂碎的脑袋提回来，另当囚体。憋屈，太憋屈了。但这是公主大人，能怎么办？只能受着。叶前辈，陈峰也不想留下。雪隐宗与风云阁沆瀣一气，若要对雪隐宗动手，陈峰也想出一份力，所以我也要去。我的呢？你不用那玩意儿，这里才是你待的地方。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咱们现在假扮的是风云阁的人，风云阁去拜访雪隐宗，总得带点见面礼吧？让你显出真身，坐在笼子里，装过风云阁给雪隐宗的献礼，这样我们才有大摇大胆进去的理由啊！行。出发！站住！你们就是杀死我宗门弟子的凶手！我还以为是什么过江龙，原来只是个筑基境5层的废物。就凭你，也敢在我们雪隐宗的地盘上撒野？师兄，这几个凡人估计是迷路了。那个笼子里的黑蛇倒是挺大，扒了皮能做几双好靴子。要不要我出手？一息的功夫就能解决。还是我自己来。突破之后还没正经打过架，正好试试手。随你，别被几个金丹早已打死就行，我还得费劲救你。哦，你说那几个杂碎啊，确实是我杀的。谁让他们走路不长眼，非要挡我的道，我就勉为其难送他们去投胎了。怎么，你们也想下去陪他们？狂妄！这群筑基垃圾也敢杀我雪隐宗的人！众师弟听令，给我上！怎么一个筑基筑基，我想杀这么多筑基后期，这绝不是普通剑气。越级挑战还能碾压，简直离谱！威力够了，但控制力还差点。本来想全秒的，竟然还漏了2个。装神弄鬼，一定是用了偷治寿命的秘法。老子可是金丹境，就不信杀不了你！比灵气是吧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底蕴。你不能杀我！我是雪隐宗内门弟子，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。死到临头还敢威胁我？你们雪隐宗的人是不是脑子都有坑？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一颗独家秘制的毒丹，3天之内，你的5脏6腑就会化作一滩血水，慢慢享受吧。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？留着他有用。咱们单方面说自己是风云阁的人，雪隐宗未必信。
但如果有他一个内门弟子带路作证，那就不同。我们可以说是半路救了他，也可以说是他冲撞了我们，被教训了一顿，顺路把他送回来。只要大门一开，咱们大摇大摆走进去，到时候再想开启护宗大阵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别光顾着喊疼，说说吧，你们雪隐宗到底什么底细？前辈，我们雪隐宗一共分为6字门，每门都有一位门主坐镇，修为都在元婴境一学。我雪隐宗划分寒天、风吹雨雪6字门，6门都各守一域，人人修为元婴期，元婴以上也有化神境喽。就这底蕴也敢在寒兽谷外围称王称霸？前辈有所不知，我们靠捕捉寒兽谷外围的兽种和采摘灵草贩卖为生。至于寒兽谷深处太过凶险，除非有金丹长辈带队，否则没人敢深入。乖乖配合，带我们大摇大摆走进去，只要中途不出岔子，我自然会考虑给你解药。要是敢耍花样，我带，前辈息怒，我一定乖乖听话。师兄，您巡山回来了？回来了。这次下山运气不错，刚好碰到风云阁的几位道友。这几位道友特地来拜访咱们宗门，还带了丰厚的献礼。原来是风云阁的贵客，快请进。我的天，师兄，这是龙形灵兽，这鳞片，这体型，品阶起码得在5品朝上吧？风云阁出手真是阔绰，竟然拿这种极品灵兽当献礼。老实点儿，这家伙野性难驯，脾气大得很，让几位见笑了。哪里，越是高阶灵兽脾气越大。贵客快里面请。师兄回来了！这次去寒兽谷收获如何？有没有抓到什么好货色？别提了，跟着我去寒兽谷的师弟们全都没了。什么？全没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在外围遇到了袭击，是风雪城的那股神秘势力，手段极其残忍，师弟们全都惨遭毒手。要不是刚好遇到风云阁的这几位道友拔刀相助，我今天也交代在那儿了。太嚣张了，竟然敢杀我们雪隐宗的人！师兄，你赶紧去向长老和掌门汇报，绝不能放过那群杂碎。你们赶紧给风云阁的几位道友安排上好的住处，好生伺候着，绝不能怠慢了救命恩人。我现在就去宗门大殿汇报。叶前辈，就这么让他去大殿汇报，真的没问题吗？这里可是雪隐宗腹地，万一那家伙反水出卖我们，护宗大阵一开，咱们插翅难飞啊！放心吧，那孙子现在修为全废，肚子里还住门毒丹，他比谁都怕死，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卖了。掌门，各位长老，弟子有罪啊！带出去巡山的师弟们全都殒命了。说什么？是袭击风雪城的那股神秘势力，谁干的？他们杀了师弟们，还放言说扫平风雪城之后，下一步就要来接管咱们雪隐宗。无耻，欺人太甚！这风云阁真是厚颜无耻！明明是他们自己动的手，竟还敢贼喊捉贼，得了兽皇余孽，占了天大的便宜。现在还敢打咱们雪隐宗的主意？掌门刚才说什么？袭击风雪城的神秘势力就是风云阁。如果袭击风雪城的是风云阁，那风云阁为什么要杀雪隐宗的弟子？既然是风云阁袭击了你，那群人向来心狠手辣，不留活口，你怎么可能独自逃生？怎么哑巴了？老夫问你话。风云阁行事向来不留活口。你凭什么能从他们手里逃脱？说实话，毒丹发作怎么办？继续撒谎已经圆不回去了。请掌门长老救我一命，弟子也是被逼的。跟我回来的那几个人根本不是什么风格道友，他们就是杀了宗门弟子的凶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说清楚！现在可以确定，杀死你爷爷奶奶的人就是风云阁或者雪隐宗，而且我们杀死雪隐宗弟子的事已经被知道了。什么？叶前辈，您怎么知道的？那家伙才去大殿多久？难道已经把我们卖了？这还用猜？我故意让他把杀死雪隐宗弟子的事朝袭击风雪城的势力那边推，就是为了看雪隐宗的反应。看反应？动作挺快，提前把人撤了，怕伤及无辜啊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暴露了，出来干活。哼，早跟你说直接杀进去，非要搞这些弯弯绕绕。风云阁是怎么办事的？一个兽皇孽种竟然还能放跑！不过幸好你们来了我雪隐宗，反倒方便许多。掌门、长老，求你们杀了他，从他身上搜出解药，救弟子性命啊！废物！好，好得很！你个
激进的小畜生，混进我血影宗还敢当众行凶！你是真觉得身边站着个不知来路的妖人，老夫就不敢杀你？别急啊，一个一个来，排队送，别插队。莹莹别怕，叶哥哥，我不怕的。你们5个上去拿下他，若敢反抗，废掉4肢，留一口气就行。弟子遵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为什么长老跟掌门不直接出手杀了这2人呢？都闭嘴！你们是瞎了没看掌门一直盯着那个白衣男子吗？那人的气息很不对劲。不对劲？什么意思？掌门可是化神境，可他都没有立刻出手，这就说明那白衣男子的境界很可能也是化神境，连掌门也没十足把握。你就是叶长生是吧？不管你用了什么歪门邪道杀了师弟，在我们5人面前，你最好别抱侥幸心理。就派5个。你们血影宗好歹这么大个宗门，派人出来都这么抠抠搜搜的吗？要不你们再凑凑人数？你这是找死！叶前辈小心！你护好莹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怎么突然散了？他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你们打完了，那就该我了。快散开！下辈子别站这么牵强。他这修为真的是筑基期吗？你问我干嘛？我哪知道问谁去？你个孽障！怎么，你们这是想坏了规矩？都别被他吓住！就算速度再快，也只是个筑基修士。大家一起上！兵甲护体！你个孽畜！给我死吧！哼！这股气息是你！数千年以前，我们在寒兽谷袭击的那只极品灵兽。有我在这儿，元婴境以上伤不到你分毫。等你玩完，我就准备屠光这整个宗门。行啊，那今天就彻底放开手干。全宗听令，所有人同时出手，先杀那个筑基期小子！只要能拿下叶长生或者齐莹莹当筹码，今天血影宗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。绝对不可能！当初明明借了风云阁的真龙锁，大幅削弱你的实力，才勉强将你击败。那真龙锁留下的伤势根本没人能解得开，它只能让你的境界永远被困在元婴境。难道有人治好了你体内的暗伤，连真龙锁的封印也一起解除了？原来是风云阁的真龙锁留下的封印，怪不得怎么修复都差最后一点意思。将帮骨彻底解除封印，重回8品甚至9品巅峰，靠吃药显然不行了。解灵还需细灵人，这东西既然是风云阁借出来的，那就得找风云阁拿办法。这事儿倒是巧得很，反正下一个要清算的目标就是风云阁，新仇旧恨正好顺路一起结了。挡住！快挡住！化神境大圆圆满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我愿意献出血影宗所有的资源，灵石、功法、法宝，什么都给你。
我问你，当初你们从千兽崖抢走的那只幼兽，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想清楚再回答，我没有那么多耐心。风云阁把他带去哪儿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只拿了报酬。风云阁到底是把那只幼兽转卖了，还是用来做其他用法？他们根本没告诉我们。顾先生，只要你的孩子还活着，我就一定给你找回来。万一是最坏的情况，我也会让所有伤害过你孩子的人，全都给他陪葬。这个人类的手段和心机我已经鉴赏过了，只要他答应的事，就一定做得到。起来，带路，去看看你们雪隐宗这些年搜罗下来的所有资源。雪隐宗底蕴一般，虽用不上，但也不能留下。这些功法和灵宝带回去交给百草阁，弟子修炼起来对我有助益。至于杂物，便通过商盟换成钱。就这些。就这些了，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。你们这么大个宗门，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源都放在一个窝里，肯定还有别的藏处。带我们过去。是，还有一处。多少？整个宗门的灵石全都在这里了，一共50亿灵石。这才对，一个二流宗门要是连这点底蕴都没有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叶前辈，剩下这些不带走吗？留3亿，这些灵石我有别的用处。这3亿灵石正好交给魏执事，商盟分部被风云阁灭了，重建是个烂摊子。这笔钱砸进去，就能重新把厂子拉下来。你要的资源都在这儿了，雪隐宗上下的底蕴全空了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以后绝不敢再有半分反抗的心思。大人，那边什么都没有，宗门里的灵宝跟阴司真的全部归您了。那墙后面是实心的，那是山体。顾先生，交给你了。杀！我要杀光你们！我要灭了雪隐宗！叶哥哥，他是谁？为什么被绑在这里？说，这人是谁？给我说清楚他的来历。他叫梁兰，是我的亲传弟子。亲传弟子？用铁链锁在这里的亲传弟子？他真的是我弟子，只是他跟别的修士不一样，他是我们用宗门秘术培养出来的，靠着兽血常年累月的浸泡，用兽血强行拔高他的修为和体质。老畜生，你杀了我父母，把我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整整5年，每天拿这些兽血来折磨我，我根本不是你的弟子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灭了你这个恶心的宗门！不，别过来！大人救命！多谢替我斩断锁链，让我能手刃这个老匹夫。这怎么可能？被关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，用兽血喂养了整整5年，按理说秦早就该彻底崩溃了，看到活物就会疯狂撕咬才对。他居然还能清醒的跪在这里道谢。这女人的气机池彻底乱了，那帮杂碎强行往她体内灌入各种高阶兽血，硬生生拔高了她的体质和修为，成就了所谓的灵根。这种粗暴手段根本不是人类肉身能承受的。她能活到现在，完全是凭着心里那股要杀人的怨气硬挺着。现在那个掌门死了，仇报了，她心里的那口气也就跟着散了。气一散，自然就到了死期。走吧，我们这次来本就是为了灭掉雪隐宗。这女人把掌门杀了也算是狗咬狗，死在这里跟我们毫无关系，没必要管她死活。这女人终究是个被囚了5年的可怜人，雪隐宗真正的受害者，顺手捞一把也费不了什么事。这女人在兽血里泡了这么多年，骨子里早就跟人形凶手没区别了。就算你耗费5品丹药救下这半条命，她醒了也不一定会念着你的好。万一凶性大发反咬你一口，你图什么？无所谓，她也就是个可怜人罢了，就当是我今天心情好，丢了一颗丹药。
今后他是死是活，要去干什么，都跟咱们再无半点关系。叶前辈，这辆身还有些边角料没搜刮占，这是打算把整个玄影洞封起来。宝库里面肯定一府间场地这么大，直接用护宗大阵封锁起来，免得我们走了之后，有外面的散修或者别的势力趁机溜进去捡便宜。让魏指示尽快带人赶来风雪镇会合。血影宗覆灭，风雪城这边的烂摊子和资源盘口，得交给他来全盘接收处理。走吧，事情办完了，回风雪镇。先不急着回镇上，你跟我再回一趟千手崖。回千手崖干什么？你的伤不是已经大好了吗？我有一件东西，必须要当面交给你。行，那走一趟。顾先生，这位是坐在王座上的，就是前任兽皇，也是公主大人的亲生父亲。好漂亮！也正常，这孩子打小就是被商盟老人捡回去养大的，从来没见过亲生父母，让他对着一具枯骨喊爹，多少有点强人所难。这颗兽核是兽皇代代传承的核心，吃下这颗兽核的生灵，就要接替兽皇的职责，统领兽族。我一直等着公主大人回来，就是想让他接替这个职责，把他父亲留下的担子重新扛起来。我不要待在这里，我要一直跟着叶哥哥。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，兽族如何，兽族都无妨，只要公主大人能开心快乐的生活就好。真没想到这个一见面就差点拍死我们的七品兽王能说出这种话。因此，我希望你能代替公主大人保管这颗兽核，等她实力提升到能够适应这颗兽核的时候，再交给公主。不要把兽核当成责任，就当成父亲的遗物。行，我替莹莹保管。兽核呢？交出来！顾先生，你冷静一下，你亲眼看到的，这玩意儿自己跑了，不是我藏起来的。我只知道我把兽核递给你，然后兽核就没了，你打算怎么跟我交代？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兽核会消失啊？这玩意儿能从集市上买一个不？你是说，你的身体自动将兽核吸收了？应该是这样，兽核一碰到我的手就直接被吸进去了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。你吃了苍灵种，体内已经有了兽皇血脉，兽核感应到了同源气息，对你的身体认主了。那这事儿就不能怪我吧？古先生，你亲手递过来的，也没提前跟我说这东西还会自己往人身体里钻。你要是早说一声，我戴副手套再接也来得及啊。要不然这样，我对着他叫一声爹，就当是我爹的遗物了。好家伙，送礼送自己骨头，这诚意确实没大说。我要离开一段时间。去哪儿？有些事情必须我亲自去处理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如果公主跟你遇到危险，把灵气注入兽骨，我是只能凡世的炼精，我随时能感知到。不管你在何处，我都会赶回来。莹莹交给我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她当亲妹妹一样保护，不会让她少一根头发。那当然了，你现在拿走了兽皇的兽核，就算不当公主的爹，起码也得是公主哥哥的身份。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。你要是敢抛弃公主，我早晚会杀了你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不好好的吗？少一根头发，我脑袋摘下来给你当蹴鞠。你要出远门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叶哥哥，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当他死了。那他死了的话，谁来带我们下山啊？放心，这种死法不耽误干活。走吧，回风雪镇。可
官，你们居然回来了！寒寿谷那地方进去的人10个有9个回不来，你们竟然真的……怎么了？客官，你先别进去。你们走之后没多久，客栈里来了一群人。什么人？说是要悬赏找一个人，还贴了画像。那画像上的特征跟客官你一模一样。我没给他们说客官你的行踪，一个字都没透露。但那帮人现在就在里面坐着，一直没走。客官，你赶紧走吧，别进去了。房照开，多出来的当打赏。就是他，跟那人形容的一模一样，就是他杀了齐二爷。连话都不让人说完就急着动手，上盟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忙？我再说一遍，谁要继续动手，下次就不是打断骨头这么简单了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坐，让你们做就做，我又不是喊你们排队受死。说吧，谁悬赏的我？为什么悬赏？你们是哪个分舵的？这位前辈，风雪城的商盟分舵整个被灭门了，分舵主齐二爷惨遭杀害，几十口人一夜之间全没了。我们打听到，商盟被的那天晚上，有人挟持了一个小女孩从商盟地盘安然离开，那个人的特征跟前辈你一模一样。现在前辈你又对我们商盟的人出手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风雪城分舵的事是那帮追杀齐莹莹的人干的，跟自己有什么关系？不过从他们的角度看，当晚确实只有自己带着莹莹跑出来，信息不对称，误会倒也正常。你们是哪个分舵的？江阳城红帮主的分舵。没听过，不是未知市的人，那就是商盟其他城的分支。听到风雪城出了事，自发过来调查的。既然是商盟查自己的案子，动机说得通。而且这些人的修为也那样，筑基初期，连正经对手都像不上，没必要把事情闹大。风雪城商盟的人不是我杀的，你们要是不信，自己去查。但我把话撂在这儿，再有人动手，生死自负。真是不怕死。你们先出手的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不关我们的事，是他自己贸然出手的，我们没打算动手，我们真的没打算动手。前辈饶命，我们就是跟着来打听消息的，谁也没想动手啊。晚了。大哥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。我灵信才发出去不到半天，你就到了。大哥，这些人杀不得。哦，他们都是商盟各分舵派来的干事，要是全给宰了，那就不是跟一个过不去的事儿了，是违反盟约，整个商盟都得追杀咱们。我给你发灵信，本以为你会晚几天才过来，怎么当天就来了？在大哥发现之前，我就朝这边赶来了。你提前来的？风雪城商盟分舵被灭门的消息，总舵那边已经知道了，立马派人来调查。我知道大哥这时候也在风雪城附近，害怕大哥跟这件事扯上关系，就快马加鞭赶来了。魏之师这个人确实越来越好用了，辛苦了。果然，大哥走到哪儿都消停不了。但他也清楚叶长生的脾性，大哥轻易不动手，真动了手，那一定是对方先找的死。魏舵主，我们都是按照规矩办事，奉命调查风雪城分舵灭门一案。此人与凶案特征完全符合，我们依据盟规提出质询，他非但不配合，反而当场杀人伤人，请舵主出手，依盟约惩处此人。魏舵主，你为何打我？你说证据确凿，看看你们干的事儿，敷衍了事，随便找个人就给人定罪，连真凶是谁都没搞清楚，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嚷嚷？看看我大哥，人家真凶都调查出来了，你们呢？魏舵主，是属下办事不力，属下知错了。大哥，你怎么确定是风云阁的干的？我亲眼见的。说实话，风云阁的体量虽然不如商盟，但也不是什么小角色，各地都有据点，生意也杂，从零售到丹药到矿脉什么都沾，好些州府的地下买卖都有他们的影子。那我想不通，风云阁为什么要对商盟出手？双方业务没什么冲突啊，井水不犯河水的，犯不着做这种拉仇恨的事儿。风雪城的分舵主手里有个珍宝，风云阁盯上了那东西，光凭自己又不好动手，
就拉上了当地的地头蛇雪影宗，两家联合做的局，杀人灭口，一叶千丈。合着是为了抢东西？风云阁的行事作风我多少清楚，为了弄到想要的东西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联合雪影宗的话，那就更说得通了。雪影宗本来就是这一带的地头蛇，有他们配合，消息封锁、善后处理，确实能做到滴水不漏。都听见了，风雪城分道被灭门的真相是风云阁联合雪影宗干的。把这个消息原本带回总部，一个字都不许添，一个字都不许漏，然后赶紧滚！总算是没闹出更大的动静。走吧，回客房。你也过来，有些事要跟你说。我问你个事儿，大哥您问。风雪城分舵被灭之的消息送到总部之后，总部那边会怎么处理？按规矩，总部会先核实情况，然后派遣新的分舵主过来，重建分舵，把这个舵抓到自己手里，占坑。趁着总部还没反应过来，先把风雪城这块地盘吃下来。有调查结果在手，有重建分舵的名义在手，手底下又不缺人，只要动作快，等总部的文书批下来的时候，新舵主已经上任了。这一手简直是把刚才说的那套商盟规矩原样搬回来，反过来用。大哥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。行。前面的路你熟吗？熟，早些年走过很多次。他曾在风云阁待过，带上他能省下不少查探的功夫。走吧。从离开云山城到现在，差不多也有1个月时间了。云山城局势虽稳，但离开太久，无极宗终究是个隐患。但这次事了，不能直接回去，必须去风云阁。风云阁底蕴深厚，想一口气吃下去显然不现实，但足够的耐心。风云阁是云淼宗4长老最大的合作势力，4长老在宗门里的底气，大半都来源于这条外部的利益输送线。如果能将这个势力给拔出，等回到云淼宗的时候，4长老以后在宗门就是一个人微言殿的空架子，对自己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。不仅如此，这次如果能将风云阁掌控在自己手中，那更是一大助益。风云阁的情报网和地下渠道，正是目前急需的东西。长生哥哥，怎么了？我有点饿了。前面应该有个歇脚了的地方。3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上吃的，可劲儿上，银子管够。好嘞，客官，您3位稍作歇歇。后厨的师傅麻溜的开始做饭。客官，您还要吃吗？菜不够，我们这里的食材要见底了。这吃的也不多呀。你们开客栈的，难道都备食材吗？客官，你刚来此地有所不知，此处叫做隐龙城，城主有限令，只有单数日子才能采购肉食，而且采购数量还有限制。看你们这地方也不算贫瘠，为何百姓吃食城主还要限定？是因为最近隐龙城后山出现了一只饕餮，这东西专吃生肉，城主每个月都要去后山贡献大量生肉，因为生肉都要给饕餮吃，所以百姓能吃到的生肉就限量了。我们这客栈也是紧巴巴的算计着日子进货。隐龙城城主饕餮生肉，这几件事串在一起，处处透着古怪。吃饱没？没。啊！隐龙城后山的路怎么走？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何擅闯神州岛？让开！外来者，这里是神州岛，不准你在这里放肆！赶紧报上名来，不然别怪我们动手。我没工夫跟你们耗，你们也不配知道我是谁。你找死！我要见你们这座岛上一个叫做乌拉尔的人。竟然敢直呼圣者大名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敢对圣者不敬，动手！
不知死活。听清楚了，如果不能让你们嘴里的圣者来见我，我会从你开始杀到他主动来见我。脾气还是这么大，好久不见啊，古，你来吧。数量竟然这么多，粗略一扫，比当年兽皇在寒兽谷率领的灵兽数量还要多出好几倍。这些灵兽要是放到九州大陆，怕是一夜之间就能踏平一个小国家。这女人收拢这么多高阶灵兽，绝对不是为了摆设。她到底在岛上搞什么名堂？你终于找来了。你躲在这荒岛上，倒是清闲。好久不见。没想到离开兽皇大人之后，跑来这个荒岛还混成了什么圣者？一群凡人跪你，几头6、7品的灵兽围着你转，倒是挺会给自己找乐子。都收起来吧。这货竟现在是化神大圆满，以你们的实力，不敌他一招。还是退下吧，况且他并非是歹人，是我的老友。说吧，你大老远跑来我这个荒岛，总不是为了吃我几个果子？公主回来了，失踪多年的公主，前些日子已经回到了寒兽谷，同时，兽皇的兽核也已经认主了。你说什么？兽核认主了？难道公主已经打算接受，成为新一代兽皇？不是，我不打算让公主成为兽皇，而且，兽核并非是被公主吃下，是她自己选择了其他人。如果公主不打算成为兽皇，那你应该将兽核交给我，我现在才是成为兽皇的最佳人选。当年公主失踪之后，我为什么不敢离开寒兽谷？原因之一就是，如果我不在寒兽谷守着，以你的性子，早晚有一天会摸进去偷走兽火。兽核这次选择了一个人类，而且已经适应了那个人类的身体。古，当年我们一起跟随兽皇的时候，你就一直防着我。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多少会有些改变。结果呢？你宁可把兽皇的兽核交给一个人类，也不愿意给我。你搞错了，并非是我选择把兽核交给人类，是公主选择了那个人类。我只是认同了兽核的选择。空选的，一个还没长大的小丫头片子，她懂什么？她是兽皇血脉，她选的人就是兽族认定的人，这个道理你不可能不懂。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正事的，我希望重新整合兽皇的旧部，积蓄力量，追随那个人类。我相信他能够带领兽族重新崛起。坏了，这女人笑得越好看，出手越狠，这是我当年用无数次挨打换来的经验。臭婆们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说不过就动手是吧？刚才那一脚的力道我感受得很清楚，那不是化神境的力量，远超出了化神大圆满。炼虚境，这疯婆娘什么时候突破的炼虚境？如果是炼虚境的话，那刚才能被一脚踹飞，就完全说得通了。化神大圆满跟炼虚境之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这女人藏得够深。追随一个人类，断不可能。但如果能哄骗那个人类把兽核骗到手呢？如果拿到了兽核，我的境界将会再次突破，进入金仙境。到时候，我的实力将问鼎整个九州。叶前辈，如果后山真的存在什么怪物，咱们没有任何情报就直接去见那只饕餮，是不是有点冒险？不要紧。什么叫不要紧？那可是饕餮。自从我体内有了兽皇血脉之后，散发的兽气足以让7品以下的灵兽臣服。哪怕那只饕餮是7品之上，我也有安然逃走的办法。叶哥哥，饕餮是什么呀？好吃吗？你的关注点永远跟别人不一样。叶哥哥，我从里面闻到了肉的味道。先别想着吃，跟我走。
这位大哥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你们谁？外面来的？路过，好奇问问。赶紧离开后山，别耽误我们去做事。这地方不是你们能来的。要是不小心被饕餮吃了，我们可不负责。我看你这人面善，一看就是老实人。那你们就跟在队伍后面，小心跟着。要是有什么意外情况，就赶紧转身逃走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多谢大哥。就这么简单？人嘛，10两银子解决不了的事，20两就能解决。都镇定，老规矩，放下东西就走。叶哥哥，山里面有大狗。都停下，快点，把所有的肉食都放在洞口前面，动作轻点，别弄出大动静。行了，放完就赶紧走，别磨蹭。这位大哥，你还不走，等死啊！我有点好奇，想跟你打听个事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打听事儿？山里面这只饕餮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能让你们这么害怕？难道他杀了很多人吗？你外地来的不知道，这怪物邪门的很。哦，1年前这只饕餮突然出现在这山里，那时候山里的活物可多了，野猪、狍子什么都有，随便挖个陷阱都能抓到野兔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不出1个月的时间，整座山的动物就被这只饕餮捕食干净了，全都吃光了，一只活的都没剩下。后来一些猎户上山打猎的时候，找了几天几夜，连根兽毛都找不着，只能看到山里面无数的动物尸骸，别的什么都看不到。1个月吃空一座山的野兽，这胃口确实不小，难怪叫饕餮。这还没完呢，又过了1个月，这只饕餮没吃的东西了，它就整日在山中嚎叫，那声音大得让整个隐冲城的人都不得安宁，天天晚上震得窗户直响，小孩子大半夜被吓哭。然后官府就出面了。对啊，城主大人受不了了，官府后来派遣人来讨伐，带了几百号人进山，拿着刀枪棍棒，气势汹汹的。结果呢，前来讨伐的人连这只拍他的影子都没见到，刚走到这附近就被一声吼声震出山里了，好几个当差的当场吐了血，连滚带爬跑下山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城主大人只能花钱买肉，定期投喂肉食，用这法子才能平息这只饕餮的吼叫。仅靠吼声就能震退几百人，吼声里必然带有极强的灵力波动，能做到这一点的灵兽，实力绝对不低。行了行了，不能再多说了，等这些人将肉全都放下之后，我就得带人离开。你们3个疯了，赶紧离开，不然一会儿饕餮出来进食，闻到活人的味儿，非得将你们3个一起吃下去不可。叶前辈，我们要不要退后一点？你先走吧，不用管我们。我不管你们，你们死在里面，官府还得找我麻烦。我们来这里就是想看看这只饕餮到底长什么样子，看完就走。看他，为了看他都不要命了，快走吧！这东西吃人不吐骨头，你们年纪轻轻的，别在这儿犯傻。唉，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你们自己找死，别怪我没提醒。叶前辈，我们真要在这里等？来都来了，不见见正主怎么行？叶哥哥，大狗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快了，先躲起来。小哥哥，莹莹，小心！吓到了没？叶哥哥，他不乖。没事，我教训。这到底是个什么灵兽？怎么跟个小土狗一样？隐虫城的人管它叫饕餮，还每天给它上供肉食。我在风云阁待的时间也不算短，平时负责喂养灵兽，什么稀奇古怪的灵兽也都见过一些，可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灵兽。这东西长得一点也不凶，而且最奇怪的是，你看它的样子，身上一点品阶的边洞都看不出来，感受不到一丁点灵压，真是奇怪。没有品阶边洞，不代表它没有实力。刚才那几道爪痕，速度和力道都不弱，要是真挠在脸上，肯定得破相。叶哥哥，我能摸摸它吗？它看起来很好摸。哎呀，
找死！这东西的皮怎么这么厚？叶前辈，你的剑气竟然伤不到他。好强的灵气波动，这东西果然不简单，难怪能把隐龙城的人吓成那样。退后，退远点。这是饕餮，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只贪吃的狗啊！大哥，狗狗开心了。叶前辈，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来路？我在风云阁的时候，专门负责喂养各种灵兽，闲暇时也看过不少关于灵兽的图谱，几乎把所有灵兽的样貌都记在脑子里。可我把记忆里的图谱全过了一遍，里面都没有关于这只灵兽样貌的记载，连一点相似的影子都找不到，一点记录都没有。确实没有，这种外貌和体型太反常了。叶前辈，我推测这只灵兽很可能是一只天地自然孕育的灵兽。天地自然孕育？不然根本解释不通。你看它只有这么大一点，刚才怎么能放出那么富有威力的吼声？那声音里的灵气biến动绝对不是普通灵兽能发出来的。如果是先天自然孕育的灵兽，那就合理了。这种天地孕育的灵兽，起步就比普通灵兽高出一大截。依我看，它的品阶至少在5品之上。隐龙城的人管它叫饕餮，说不定它身上真有一丝上古凶兽的血脉。5品，少了。少了？这货才这么大调。刚才我并指发出的剑气，就算是元婴期修士也不敢硬接，打在他身上却连一道白印都没留下。他的身体皮肤就如同玄铁一般坚硬，5品灵兽绝对没有这种防御力。依我看，他的品阶至少是7品。7品？如果真是7品，那他刚才要是一直发狂，我们恐怕还真不好对付。难怪影城城几百号人都能被他震退。叶哥哥，他好像是问你要东西吃呢。这灵兽胃口还真是刁钻，放着外面那么多新鲜肉食不吃，知道丹药好吃，故意卖乖来求丹药。叶哥哥，他好听话啊，你就给他吃点吧，他刚才肯定没吃饱。吃吧。出来了，这小东西刚才那一番举是在刻意控制力道，害怕自己的尖牙戳伤了手指。行了，看也看过了，既然是一只小灵兽，没有带着的必要，还是将它留在这里，咱们赶路要紧。不一起带着这只小狗狗吗？要是带着这只小饕餮，一路上还不知道要吃自己多少5品丹药，身上的存货可经不起它这么造。而且马上就要靠近风云阁了，这么特殊的灵兽带在身边，肯定会被风云阁的人盯上。这只小狗暂时不想跟着咱们走，还是不要强迫它了。再见了，小狗狗。走吧。有些事情当断则断，带着一只来路不明又极度消耗资源的灵兽，对接下来的风阁之行没有任何好处。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去风云阁讨债，不能节外生枝。叶前辈，那只小饕餮好像跟着来了一路呢。我其实也早离开山渡开始，身后就一直有一股很微弱的气息跟着，不远不近，保持一段距离。小饕餮的身影隐匿在暗处，气息极淡，几乎不可察觉，一路尾随至山下。叶前辈，这小东西看来是赖上你了，你的丹药可不是白吃的，他估计是盯上你身上的存货了。实在不行，就一起带着上路吧。太好了！小狗狗出来吧，叶哥哥同意带你一起走啦。过来。
吃吧。小东西，要不要跟我们走？这小东西还挺通人性的，知道跟着你有丹药吃。叶哥哥，我能抱抱它吗？既然它不咬你了，那以后看管这只灵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好呀好呀，叶哥哥，我们要不要给这只小狗狗起个名字？你想叫它什么？它肚子这么胖，圆滚滚的，就叫它胖球吧。胖球，这名字听着就不太聪明。哪里不聪明了？胖球多可爱呀！你看它胖的，连脖子都快没了。也是，叫胖球总比叫饕餮好听。随便你吧。这名字倒也贴切，以后就叫胖球了。叶前辈，我们离风云阁越来越近了，有些地方我得提前跟你交代清楚。你说，风云阁所在的位置很特殊，它不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腹地，而是在云抽国和苍云国这两个国家的交界处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还是云差国的地界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只要到达两国的过境边界，那里就是风云阁真正的地盘了。叶前辈，进入边界后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千万别踏入苍云国的地界。我还没有修仙的时候，曾经从别人口中听说过这个国家。听说那是一个极度尚武武的国家，可以说是举国修炼。没错，在苍云国，连普通的农夫都会棘手把式。据说他们原本只是一个弹丸小国，后来靠着四处征伐，硬生生打下了大片疆域，成了九州大陆上范围最大的国家之一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行事作风极为霸道，为了抢夺修炼资源，经常越界屠杀其他国家的边境城镇。如果不是当年有几个大修仙门派站出来警告，不想看着这个国家一家独大，周围那些小国家分分钟就会被苍云国全部吞并。看来这个国家早就臭名远扬了，连您在凡人的时候都有所耳闻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叶前辈，我可能只能送您到这里了。要走了？再继续走下去，距离风云阁太近了，随时都可能遇到风云阁布置在外围的眼线。我身份特殊，是风云阁的叛逃之人，如果被他们认出来，只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我不能继续陪你走下去了。我理解，你跟着我确实风险很大。我理解，这是3枚5品丹药，拿着吧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是你一路领路的谢礼。叶前辈，我给你带路是真心想帮你，是为了报答你之前救下晨晨的恩情，绝对不是为了这些报酬。我知道你的心意，我也没把你当成雇佣的向导，但这3枚丹药是我专门根据你的体质炼制的，对你的修炼大有助处，拿着以后用来修炼吧。专门为我炼制的。你这一路帮了我不少忙，我也看出来你的功法有些特殊，这几枚丹药能帮你稳固根基。谢谢叶前辈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天下之大，总有能容身的地方。我会带着晨晨找个安静的地方修炼，只要避开风云阁的势力范围就行。一路顺风。走吧，以后就只有我们2个了。叶哥哥，晨风姐姐去哪儿了？怎么没看到她？她有其他事情要去办，昨晚先一步离开了。晨风姐姐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？她有她的路要走，跟着我们对她来说太危险了。可是我不想她走。天下没有不散的暴雨，以后说不定还会见面的。晨风姐姐，你要注意安全呀。